请问，如果有一个人能从危机中拯救国家，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那请问朝廷会给他什么封赏呢？五胡十六国给出的答案是会送你去死。狡兔死，走狗烹，就像是一个魔咒，困扰了中国封建历史几千年。今天这样的故事又会再次发生，而与之一同出现的，还有一个几乎无人能够破解的千古第一阴谋——金刀计。公元369年，东晋大司马桓温趁着前燕太宰慕容恪病逝的关头，迅速而果敢地发动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一次北伐。其兵锋一度推进到距离前燕国都邺城只有100里的地方，吓得前燕皇帝和太傅满脑子想的都是逃回老家。而正是在这种存亡危机的时刻，一直不受待见的慕容垂站了出来，灵活机动，剑法轻盈地击退敌人，将自己的祖国拯救了回来。公元369年10月，两支景象大相径庭的队伍在中国的南北方行进着。当东晋大司马死里逃生，垂头丧气地带着残兵向江南撤退的时候，前燕的吴王征讨大都督慕容垂正高奏着凯歌，与刚刚打赢魏国战争的将士们一起欢喜又骄傲地返回了首都。大凡军队出征，尤其是打了胜仗，朝廷都要对有功的将士进行奖赏，对不幸牺牲者发放抚恤，对战斗英雄们讴歌赞扬。慕容垂作为三军统帅，也理应为艰苦奉献的各级将士们争取荣誉和待遇。因此回朝之后，慕容垂上报太傅慕容平，希望朝廷对诸如将军孙盖等人在内的将士们进行表彰和赏赐。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太傅慕容平竟然真的用人脸朝前，不用人脸朝后。他甚至都没有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就把慕容垂的请求全部压了下来。其实慕容平此举也不难理解，一方面，当桓温杀气腾腾地逼近首都的时候，太傅和皇帝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拉胯，简直称得上是两股战战机遇先走。而与之对应的是，慕容垂抓住机会，在国民面前上演了一次抵御外侮、退敌千里的完美戏码，这本身就让慕容平很不爽。另一方面，对慕容平来说，慕容垂为各级将士讨要奖赏，不免有扶植自己派系、树立朋党的可能性。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慕容平都没有理由给慕容垂好脸色看。但慕容垂却不能就这么忍气吞声，不然以后队伍怎么带，人心怎么聚呢？所以他也跟慕容平杠上了。慕容垂一遍又一遍地向有关部门上请示，同时他又一遍遍找到慕容平，反反复复的争论，要求必须按照规定奖赏部队，甚至最后到了争到面红耳赤、几乎动手的程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前燕政局中另外一个大的隐患开始蠢蠢欲动了，那就是后宫干政。其实70年后再次统一北方的北魏推出的那个骇人听闻的子贵母死的制度，是有着浓厚的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的。国母强势干政一直是胡人政权中一个绕不过去的顾忌。在前秦，苻坚的母亲苟夫人一句话就要了苻坚兄长的命，而在前燕情况也是差不多的。前燕的太后可族浑氏，也就是慕容垂的嫂子，在听说了慕容垂和慕容平的矛盾之后，懒洋洋地跟慕容平说，找个由头把慕容垂杀了吧。按照正常逻辑来说，对于慕容垂这种刚刚拯救了国家的大英雄，慕容平等人就算是不满，也无非是找些理由压制一下就算了。然而事实证明，我们还是低估了前燕最高首脑的离谱程度。不过对于太后可族浑的意见，慕容平却没有感到多少意外。早在10年前，当时还是皇后的可族浑就曾出手整死过慕容垂的妻子段夫人。如今继续打压慕容垂，那不就是继续执行当年的政策吗？另外一边，杀慕容垂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天下也没有不透风的墙。当太后、太傅给慕容垂搜集罪名的时候，慕容垂的舅舅蓝剑、侄子慕容凯听到了风声，把这个消息传给了慕容垂，并且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先发制人。作为知晓后事的第三方，我们当然期望慕容垂先下手为强，但是对慕容垂本人来说，那就非常痛苦了。一方面，慕容垂既不敢轻易听信这条消息，急火火地与太后、太傅对抗乃至反叛，也不敢不信这条消息，以致毫无防备地被太后捉了去。同样的，倘若嫂子真的要整死自己，慕容垂既没有力量与强大的皇权抗争，也没有办法化解危机，让可族浑饶过自己。总之，处于夹缝中的慕容垂进退维谷，万分焦虑之下，慕容垂只好咬紧牙关地表示，骨肉相残，取货之道，我不信太后和太傅会做出这种事儿。倘若他们真这样做，那愿意一死报国，绝不反叛。
虽然慕容垂漂亮话说得很好听，但他的危机并没有解除，毕竟他的嫂子是真的想杀了他。在随后的日子里，蓝剑和慕容凯又再次确认了消息的准确性，并再次笃定地告诫慕容垂说，上面已经下定决心了，你必死无疑，必须赶紧行动。即便贵为吴王，但遭遇强权压迫的时候，慕容垂也是毫无招架之力。他无奈又丧气地说，朝廷要是真的容不下我，我自愿下放，离开首都，绝不再碍任何人的眼。可慕容垂自己也知道，就算离开了中央，太后就能放过他吗？在日复一日的焦虑当中，他的苦楚被长子慕容令看在了眼里。话说回来，有一天，慕容令主动找到慕容垂，说道：“父亲大人近来面有忧色，是不是因为主上年幼，太傅嫉贤妒能，您立下大功，却反而受到猜疑呢？”此时，慕容令的年龄大约是在20岁上下。作为慕容垂的长子，尤其作为原配段夫人的孩子，他一直都备受慕容垂的喜爱和信任。此时，慕容垂看着这个老大，似乎隐隐地看到了下一代的希望，于是也不再隐瞒，给儿子说道：“我竭力战胜强敌，本意是为了抵御外侮，保全家国，哪成想攻城之后反而无处容身。你既然了解我的心思，你有什么想法？”少年有着少年的胆大，慕容令了解父亲进退两难的处境，于是给出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他说：“如今想要保全自己又不失大义，不如逃奔老家龙城，然后以恭顺之言向朝廷谢罪，等待主上回心转意。倘若真有那一天，您就可重返朝廷，这是大幸；如其不然，您就内附燕代之地，对外怀柔群夷，守肥如之险以自保，也不失为一个办法。”简单来说，慕容令的建议是出逃、割据、分庭抗礼。在一阵沉默过后，慕容垂似乎下定了决心，他轻轻地对儿子说道：“好，就这么办。”公元369年11月，作为高级干部的慕容垂按规定向有关部门报备了自己去大陆湖打猎的计划。随后，借打猎名义的掩护，慕容垂带着自己的儿子、侄子、小段夫人、舅舅以及其他新兴将领等一大票人物离开邺城，向北方疾驰，准备直扑龙城。为了确保安全，在这次出逃当中，慕容垂故意没有带太后安插给自己的那个妻子小可族魂，毕竟这个妻子不太可信。但其实吧，不仅老婆不可信，慕容垂与小可族魂生的孩子慕容林更不靠谱。慕容林此时只有12、13岁，眼见老爹随即跑路，还没带上自己的母亲，再想想自己一直以来不受父亲喜欢，于是这个倒霉孩子竟然脱离了队伍，返回邺城，把自己老爹给举报了。这下好了，一听到慕容林的告密，慕容垂所带的人纷纷用脚投票，呼啦呼啦的跑了一大半。而城里的慕容平收到消息，也立即派出军队前来追击慕容垂。为了保护父亲，慕容令率领有限的兵力进行了顽强的阻击，战斗从白天打到日落，转向对峙阶段。也正是在这个喘息的关头，慕容令有鉴于逃奔关外、占据龙城的计划已经泄露，便提出了另外一个建议。他说：“事情泄露，龙城肯定是不能回了。秦王苻坚正在广招天下英雄，我们不如去归附他吧。”慕容垂长叹一声说道：“事到如今，还能去哪儿呢？去吧。”于是当天夜里，慕容垂改变行军方向，掉头向邺城方向行进，并遣散骑兵，沿着太行山路隐蔽行踪，藏身于显元陵附近。有一句话叫做“我已经退出江湖了，但江湖上还有我的传说”。这个显元陵就是咱们熟悉的那个老伙计石虎的官方陵墓。那么既然到了石虎家，石虎不整点花活是说不过去了。慕容垂刚刚在显元陵安顿下来，就突然有数百名猎人策马狂奔，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慕容垂一见这架势，大为惊恐。这些猎人虽然不是官方的部队，但常年与野兽搏杀，个个都是孔武有力，绝对不是能轻易招惹的对手。更何况对方是几百名骑士，打也打不过，逃也无处逃，一场屠杀似乎就在眼前。然而不知道为什么，猎人们的猎鹰突然全都飞走了，猎人们也随鹰而去。转瞬之间，浩浩荡荡的队伍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慕容垂心想，这石虎不愧是老牌英雄啊，竟然能操控猎鹰集体飞走喽。当然这是开玩笑的。事后慕容垂有感于自己活下来是天意，于是杀白马以祭天。就在这个时候，嫡长子慕容令或许是受到猎人小队的启发，又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给父亲建议说，太傅嫉贤妒能，自从他图谋杀害您以来，朝野上下都对他非常的愤慨。如今邺城之中，人们想念您，就像婴儿想念母亲一样。慕容平并不知道我们已经在邺城附近了，趁他没有防备，发动突袭，结果他的狗命易如反掌。请您给我几名骑兵，我这就把慕容平给办了。慕
慕容令的确展现出了少年的风范，但这个计划也确实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在权衡利弊之后，慕容垂说：“你的计划如果成功了，确实是大福；但如果不成，那就追悔莫及了。还是投奔秦国吧，这才是万全之策。”第二天清晨，慕容垂斩杀守河官员，强行夺船西进，带着小段夫人、儿子慕容令、慕容宝、慕容农、慕容龙、侄子慕容凯、舅舅蓝剑、郎中令高壁等人，经由洛阳逃奔到前秦，而他所谓的正妻小可族魂则被留在邺城。关中的景象与关东大不相同，与关外的龙城更不一样。13岁那年，慕容垂在龙城随百官一起迎接流亡在外7年的伯伯慕容翰。如今29年过去了，自己竟然也走上了与伯伯一样流亡国外的命运。望着关中沃土的高山大河，慕容垂的思绪飘扬万里。或许他在想，人的一生究竟要怎样度过呢？我投奔敌国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慕容垂深夜出逃是一个爆炸性的大新闻。当初早在前燕太宰慕容恪刚去世的时候，苻坚就有图谋前燕的想法，但是一是因为武功之乱，二是因为慕容垂尚在，苻坚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时机，便只能观望等待，没有发兵。如今苻坚听说击退桓温的大英雄竟然被前燕逼到出逃，还逃亡到自己这儿来，他大为兴奋，一蹦3尺高，亲自到郊外来迎接。对苻坚来说，招揽天下英雄是自己作为君主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因此接待慕容垂的礼仪和排场越大越好，越铺张越好。于是我们就能看到，在城郊，苻坚拉着慕容垂的手，不无真诚地说：“上天降下贤能之人，就是要让他们共成大事，这是天道。如今你我既然已经相遇，我准备与您共同平定天下，然后登泰山祭祀上天。事成之后，我请您回返故国，世代封居幽州。这样，您虽然曾经离开故国，但也不失为慕容氏的孝子，归镇也不失弑君之忠诚，岂不美哉？”慕容垂则姿态非常低的致谢说：“逃亡之人能够保全住性命，已经是万幸了，岂敢奢望世居故国呢？”此外，苻坚对跟随到来的慕容令、慕容凯等人也都是非常的欣赏，对他们极为礼遇，赏赐巨万。而与此同时，整个前秦从朝到野，从官员到百姓，大家都对这个在方头打出耀眼胜利的英雄表示倾慕，不无歌颂慕容垂父子的英明。但就在这种欢喜的氛围之下，有一个人目光冷冷地盯着慕容垂，他就是王猛。盛大的欢迎仪式结束之后，王猛面无表情地找到苻坚，上来就给苻坚当头一棒。他说：“杀了慕容垂吧。”苻坚一听这话，瞬间红温，当场破防，质问王猛说：“你这是什么话？”王猛则丝毫没有掩饰地说：“慕容垂父子犹如龙虎，根本不是做人臣的样子，一旦风云有变，他们就会乘势而起，到时候就控制不了了。”一直以来，苻坚对王猛的意见都是比较尊重的，不过这次他却非常的坚持。苻坚道：“如今正是收揽英雄、扩清四海之际，为什么要杀掉这么有用的人？况且我已经向天下人表示要诚心接纳他们了，匹夫尚不食言，何况万城之君呢？”随后，苻坚任命慕容垂为冠军将军，任命慕容凯为机弩将军。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苻坚如此信任慕容垂呢？这其中的原因有二。一方面，苻坚本人极好面子，酷爱扮演儒家经典当中的圣人贤君，因此他对礼贤下士、宽以待人、海纳百川等行为有着不可抗拒的钟爱，而包容慕容垂正是他展现自身风范的一个绝佳机会。另一方面，则是一场不久前爆发的几乎动摇前秦国本的动乱——武功之乱。其实五胡16国各个政权面临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的。就宗室内斗这件事来说，在前燕，慕容平和可都魂王死里斗慕容垂，而前秦这边也差不多，一部分宗室王公组成联盟，差点一口气把苻坚送走了。公元357年，20岁的苻坚发动政变，诛杀皇帝苻生之后，自己称天王。不论未来苻坚将会多么的伟大，他毕竟是造反杀了皇帝上位的。同样的，无论前皇帝苻生多么的混蛋，苻生的亲兄弟们也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因此，公元364年8月，前秦发生了苻生的弟弟汝南公苻腾造反案。尽管苻坚迅速出手平定了这次叛乱，但苻生至少还有苻柳等5个兄弟在世，也就是所谓的五公。而面对这种情况，王猛老哥继续上狠活，他建议苻坚不必审问，直接把这5个人通通处死，以绝后患。当然了，我们苻天王最重要的标签就是仁。王猛这种阴狠的建议，他怎么会听呢？
于是武功的问题就这样被无限期的搁置了起来。这一拖两拖，等到了公元365年10月，当苻坚亲率大军在外平定境内的匈奴人叛乱的时候，当初不处理武功的后果到来了。淮南公苻佑趁苻坚不在，长安空虚的时机，率领本部兵马偷袭长安，意图把苻坚的老巢一锅端了。幸好留守长安的左仆射李威强势迎击，将苻佑阵斩于当场，这才再次粉碎了一场阴谋叛乱。但这次造反的影响远未结束，此次一同造反的人除了苻佑，还有苻柳和苻双等人。不过因为此时苻坚正在谋划进攻前燕，没有精力也不愿处理这些人，于是苻坚决定继续仁德，下令除了被杀的苻佑，其余人等一律不予追究。可是你不追究人家，人家还不放过你呢。所以当苻坚这边在小心翼翼搜集准备对前燕作战的时候，武功之乱的第二个阶段爆发了。除了被杀的苻佑，其余4个兄弟苻柳、苻搜、苻武、苻双相约在各个辖区内举兵造反，合力杀向长安。其实早在司空闹事之前，苻坚就收到了信儿，本着息事宁人的原则，苻坚打算以最小的代价处理此事。他下诏招兄弟几个到长安来会面，喝酒聊聊天，顺便消除误会。但已经决心造反的兄弟几个可是完全没有搭理苻坚，他们分别占据了蒲坂、上邽、陕城、安定，简单来说，将长安团团围住了。而且这几个地方都是前秦的关键要隘，陕城是东大门，上邽是西大门，这些战略要冲万一跟境外势力联手，前秦极有可能瞬间被冲垮。为了避免开战，苻天王再次派人向司空表态，说只要大家各自罢兵，我保证你们仍能担任原来的职务，一切如故，绝不追究。结果苻柳等人一口回绝。不仅如此，占据陕城的苻搜做得更绝，他二话没说，一手原地造反，一手投降前燕，并打开城门，直接请前燕带兵进关中。收到消息的苻坚大为惊骇，他一面派出精锐部队镇守华阴，另外一方面则是把自己阵营的高手，包括辅国将军王猛、建节将军邓羌、前将军杨安、广武将军张豪等一股脑的都派了出去，四面出击。不过上期我们也说过，由于前燕慕容平老眼昏花，昏聩不堪，前燕事实上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反而使苻坚度过了此次难关。公元368年11月，前秦武功之乱全部平定。武功之乱虽然是一个重要的知识点，但由于历史文献的匮乏，令人眼花缭乱的苻家人名以及倍感陌生的众多城池，这些都大大降低了武功之乱的故事性。其实我们也不用对武功之乱放太多的关注，我们只需要知道武功之乱的后果就可以了。那就是从此之后，苻坚不再相信宗室，尤其是在灭燕之后，他的这种倾向更加严重，严重到了要把苻家宗室打散，安排到别处，反而将其他民族的统帅放到首都周围的地步。慕容垂就是这其中的一个典型。不过话说回来，王猛面对苻坚的固执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对于王猛来说，君主一时半会儿脑子转不过弯来，没关系，可以慢慢教，可以慢慢悟，这些都无所谓。重要的是这件事儿必须做。因此，王猛从苻坚那儿退下来之后，心情还是比较轻松的，因为按照惯例，他只要生米做成熟饭，先斩后奏杀了人，苻坚不答应也得答应了。当年杀樊氏、杀强德，不都是这样吗？公元369年冬天，慕容垂逃奔到前秦1个月之后，秦国派人出使前燕，向前燕索要地盘。当初前燕朝廷许诺前秦，只要出兵对抗桓温，前燕愿意把虎牢关以西的地盘都割让给前秦。结果这会儿前燕朝廷不认账了，给前秦说，当时那个使者自作主张，胡说八道，割让土地这件事儿我们不知道，这属于是报道上出现了偏差。再说了，秦和燕是邻居，大家互相搭把手帮个忙，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怎么还有好处呢？史书上说，苻坚听到消息之后感到非常愤怒，怒斥前燕一派胡言。但实际上，估计苻坚和王猛心底里是乐开了花，两人计划灭燕的历程已经5、6年了，中间又是武功之乱，又是桓温北伐，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时机。如今前燕主动背信弃义，留人口实，这就恰恰给了苻坚、王猛发动战争的借口。公元369年12月，前秦正式发动战争，出兵伐燕。本次伐燕的总指挥是王猛。在军事战略上，王猛选择洛阳为第一处突破口，攻下洛阳也就站稳了前秦东出的脚步。公元370年正月，王猛给镇守洛阳的慕容柱写了一封极为霸道的信，说大秦已经堵住了城高险关，切断了蒙津通道，秦王麾下劲旅100万，将从轵关直取邺城。你现在内无强兵，外无救援，
就凭金鱼城中的300老弱残兵，你觉得能挡得住我吗？慕容柱收到信之后，分外的恐惧，左思右想之下，他递交了投降书，痛痛快快地向王猛低了头。既然洛阳兵不血刃的被拿下了，那么接下来王猛的工作就是奔赴前线去关东指挥作战了。不过大家先别急，因为在出发之前，王猛还有一件事要做，那就是去取一把金刀。王猛从长安出发的时候，要求慕容垂的世子慕容令做自己的参谋兼向导。临走之前，王猛还特意去拜会慕容垂，两人在府中把酒言欢。酒过3巡之后，王猛突然深情地对慕容垂说：“我即将出发，率军远征，值此离别之际，您可否赠送我点什么，让我能够睹物思人呢？”王猛是什么人？他可是天王苻坚的亲密战友，大秦事实上的宰相，王道霸道双修怪，权贵首级收割者，经常被打压的朋友一定不陌生。这号人物突然向自己提出了一个看似不合理的要求，那无论如何都得答应，不然估计当场就得遭到报复。因此，寄人篱下的慕容垂不敢怠慢，随即解下自己的佩刀送给王猛。这把佩刀便是金刀，而金刀毒计也就此开始了。王猛拿到了慕容垂的信物之后，立即开始布局。他找来了慕容垂的亲信金熙，重金收买贿赂，让金熙假装是慕容垂的代表，以金刀为信物，向慕容垂的儿子慕容令传递假命令。金熙给慕容令说：“大王口信如下，我们父子来秦为的就是活命，但如今王猛视我们为寇仇，疯狂在秦王面前诋毁我们，一日甚于一日。秦王虽然表面上对我们宽厚，但内心究竟是怎么想的，谁也不知道。大丈夫为了逃命，却又丢掉了性命，必然会被天下人耻笑。我近来听说，大燕的皇上和太后都很后悔逼走我们，因此我决定返回燕国。现在我已经出发了，派金熙来告诉你，你自己找好时机，赶紧逃离。”慕容令听完，整个人都懵了。现在自己在洛阳战场，老爹突然说要叛逃，而且还扔下自己出发上路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如果相信这条消息吧，事发的实在是太突然，怎么想怎么觉得奇怪。那可族魂太后跟个老妖怪似的，怎么突然就后悔了呢？但是如果不信吧，送信的又是父亲的亲信金熙，而且还有金刀做凭证，所有的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或许有小伙伴说，慕容令只要派个人回到长安，找人确认一下不就行了？但现实情况是，慕容令身在军营，轻易不能有什么出格的动静，而且就算能够回到长安，这一来一回就是好几天。倘若金熙说的是真的，那自己这个小脑袋瓜早就被王猛给摘下来了。因此，在反反复复的心理斗争和纠结之后，慕容令一咬牙一跺脚，决定叛逃。他带着过去的随从，学着老爹逃亡时的造型，谎称外出打猎，一道烟似的逃到石门，投奔了前燕乐安王慕容臧。作为布局者，王猛那边一直派人盯着慕容垂父子的动静。当他发现慕容令出逃之后，立即派人把早就准备好的文书急报朝廷，同时又大肆散播消息，想要以此震慑慕容垂，逼他也做出出格的举动。果然，身在长安的慕容垂听到儿子叛逃，当场石化。在经历了一番跟儿子一样痛苦的思考之后，慕容垂也决定率领自己的手下出逃。但王猛早就派人盯着他呢，他又能逃到哪儿去呢？慕容垂行进了一半，在蓝田附近被前秦的追兵擒获。至此，金刀计完美收官。有人曾说，金刀计是难以破解的阳谋，但事实上，金刀计更像是千古第一阴谋。王猛所做的事儿，全都是高高在上的操弄手段，他就像开了全图的玩家一样，洞穿全局发展。而慕容垂父子则是什么也看不到，无论是将慕容垂父子二人从物理上隔绝开来，断绝正常信息沟通的可能性，还是争取到慕容令不得不信任的人金熙，拿到他不得不信任的证物金刀，亦或是故意传递假消息，逼迫慕容令出逃，这所做的一切，当事人都是毫无反抗的余地，只能听从王猛的安排。试想一下，专杀大官的王猛几乎是前秦官员梦魇一样的存在，他要求慕容令做前锋去洛阳，寄人篱下的慕容令敢不去吗？王猛说要一把金刀，刚刚逃命而来的慕容垂他敢不给吗？王猛要金熙传递假消息，一个下人金熙又有跟王猛讨价还价的可能性吗？所以我们几乎可以得出结论，金刀计是无解之谋。按照正常流程，父子俩都意图叛逃，前秦肯定是不会放过慕容垂，王猛借刀杀人也就顺理成章了。但不出意外的，还是出了意外。王猛为了除掉慕容垂，阴狠出了边计，而苻坚为了保下慕容垂，又人出了边计。
在有关部门抓获慕容垂之后，天王苻坚亲自过问，在东堂召见了慕容垂，并且一上来就赦免了慕容垂，还出言安慰他说：“你在故国无法容身，才委身投靠于朕。慕容令逃回去，大概是怀念故土，这我也是可以理解的。人各有志，不必深究。不过燕国行将灭亡，不是阿令能够拯救的。古语有云：父父子子，罪不相及。你又何必因惧怕而狼狈到出逃这个地步呢？”随后苻坚恢复慕容垂的爵位，待他跟以前一样。至此，慕容垂得以在王猛的金刀计下死里逃生。虽然这已经是他在本集死里逃生的第2次了。在《资治通鉴》当中，司马光老先生一般不发表评论，但对于金刀计，司马光可以说是一肚子的气。他评论说道：“王猛一门心思就是想杀害慕容垂，竟然干出了市井流氓的欺骗勾当。这就跟那些因嫉妒别人得宠，用以谗言诋毁人的小人一样了。这还是雅德君子应该干的事儿吗？”当然了，倘若王猛能够听到这番言论，也一定不会在意。纵观王猛的行事逻辑，我们也可以粗暴地归纳为一条铁律，那就是只要对国家有好处，无论多么的脏臭，多么不符合道德法律，王猛都愿意去干。当初王猛故意激怒樊氏，然后杀人，故意不打招呼杀强德，无脑建议苻坚杀武功，这都是出于这样的逻辑。作为成熟的政治家，王猛以自己的眼光和判断去做决策，乃至杀人，甚至不符合任何人的道德标准，更不符合法律法规。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符合前秦的国家利益。当然，反过来说，整个前秦唯一能让王猛意志稍稍顿挫的，只有苻坚一人。而我们这些人，甚至包括大将慕容垂这样的人，或许只是王猛眼中一个随意可以牺牲的燃料，废了就废了，不值一提。所以关于王猛是对还是错，我想我就不评价了，大家心里都会有自己的判断的。为了杀慕容垂，王猛想好了每一步，金刀计全楼层下来没有任何破绽，只不过最终这一切都让天王苻坚给化为泡影了。表面上看，王猛用金刀计迫害慕容垂的设想落空了，但实际上许多年之后，在一个叫做参合碑的地方，慕容垂却不得不因为金刀计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甚至作为后来人，我们可以说金刀计间接灭亡了后燕。不过那就是后面的故事了，后面的故事后面再说。眼前还有一个更大的新闻即将爆发，那就是王猛灭燕战争。短短3个月间，前燕分别遭遇了桓温北伐、慕容垂出逃和王猛伐燕。这一次慕容平等人又会上演什么样的戏码呢？我们下期见，拜拜。